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吃的不多，却常常觉得肚子胀？平时吃了很多营养补品，却像没吃一样，一点帮助也没有。小心，这可能是消化和吸收出现了问题。消化吸收出问题，到底是身体哪里不对劲？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很多人说呢，自己消化不好吸收很差，可是去检查肠胃镜又发现，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其实说到消化吸收这个问题，我也有这个烦恼。这是一个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问题。OK， 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王贵南医师为我们一起解答。好，欢迎王医师，你好。欢迎。那当然也要邀请到我们2位嘉宾了，欢迎慧芳姐，来欢迎大哥啊，欢迎2位。想问一下2位有没有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啊？有啊，我就时常有胃酸倒流啦，还有就是胃胀气啦，还有很容易食物中毒。那浩远哥，你的情况是怎么样？开始我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，觉得肚子很胀风，然后有时候放屁，然后有时又急着上厕所，有时候便秘，然后我就担心嘛，然后就看了10多个医生呢，对，最后发现问题就是 IBS。对 IBS 很多时候是因为吃错东西或情绪造成的。对，肠易激综合症是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有谈过哈。对 ，OK。那医师想问一下，这2位他们的症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是他们2位提到的呢，主要的这个病机核心呢，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脾有关就是脾虚。像胀风来讲一般上就是因为我们消化不良，那么食物停在那个肠道里面太久，那么产气，所以会有胀气。OK。另外，关于这个胃酸倒流，是因为我们中医说这个脾升胃降，那么你胃里面的食物不能够往下走，它反而冲逆而上，就变成了反酸烧心。那么像浩伟大哥提到的这个 IBS 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消化吸收传导的功能失调有关，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也是跟你提到的压力、心情压力。对，我记得我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讲说，你不是这里生病，是这里生病。他说这里不要紧张，连带的，他说这个是我们第2个肠胃。那医师，刚刚你说到脾升胃降嘛，那胃这个器官我们很明显知道在这里，那脾的器官是在哪里呢？它就在我们胃的左后方，它在西医里面是属于免疫系统跟这个淋巴系统。那么在中医来讲，这个脾呢，它主要负责3件很重要的工作。第一个就是把吃进去的东西呢消化分解，然后呢把有用的营养呢把它这个吸收，然后运送。那么再把我们身体所需要它生成的气血呢供应到全身。像我去看中医也是常听到我有脾虚这个情况。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这个脾虚这个字，我们经常听到，很多人不明白，以为是说什么脾坏掉，其实并不是。在我这边有一个健康宝箱，跟你的这个解答是有关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噔噔，哇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茶壶。对，所以这个脾虚跟这个茶壶什么关联呢？是脾虚主要说的就是我们的脾的那个功能呢失调，那么引起一系列的症候群。对，比如像这个茶壶，它是用来泡茶的。是的，如果有茶叶，可是水温不够，或者各种条件不理想，你就很难把这个茶呢泡的色香味俱全，也很难把那个茶里头的精华呢提取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脾虚，我们吃的再好，都吸收不了。是，如果你吸收不了，你身体得不到营养，那么肯定的对健康是会有影响的。对，那导致脾虚的原因到底有哪一些呢？我们马上来看一看。医疗小剧场 ，Action！ 加班到10点的 Jenny 好不容易回到自己温暖的小窝，她决定好好犒赏一下努力工作的自己。哇，忙了一整天，可以吃上这口炸鸡。活着真好。看，哎呦，王医师先问一下，看一回到家吃炸鸡。又喝这些冷饮了2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？他的银子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样子尤其你工作了一整天回去，这样的吃法是很疗愈的。其实会嘞，真的，有些时候你工作一整天下来，对，到家就想要吃一点比较油腻的，很奇怪。我们这个叫做饮食不节饮食不节，而且吃不定时。那回家呢又暴食暴饮，那么造成脾胃的负担，影响消化。就好像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茶壶这样，对，你把那个茶壶里面拼命挤满那个茶叶，结果呢，你要用更多的水、更热的水，还有更长的时间，才能够把茶化开。所以一冷一热，一冷一热不是中和掉，而是对脾胃是不好的。是啊，你的脾胃会受不了的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我们小剧场 ，Action！OK， 这个时候又饱又累的 Jenny 又有了新的烦恼。睡，不睡，睡，
不睡啊！如果我现在去睡的话，我消化不良就会睡不好，不舒服。可是我不去睡，我就撑得很辛苦很累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来问一下这个王医师哈，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哦，还没有睡之前就开始想东想西，越来越烦。可是这跟脾虚会有关系吗？是的，中医说思伤脾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思虑过多、郁郁寡欢，那肯定会对胃有影响，而且不想吃东西。是。另外，他睡不着的另外一个原因，中医说胃不和，卧不安。所以他刚才暴饮暴食、大吃大喝，肚子里面都是食物，那么食物没有很快的消化，他当然很难睡得着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我们的小剧场吧。Action！ 最后 ，Jenny 决定不睡觉了，让他的胃好好的加班消化，熬到半夜的时候，整个人开始不对劲了。我现在人又累，肚子又胀，我好像还热热的。我该不会是生病了吧？啊，看，哎呦，今天要生病了嘞，医师。所以体弱多病哦，是会伤脾吗？是的，我们如果身体比较虚弱，那么会比较容易生病，因为你看消化也不好，吸收也不好，营养也不够，生活方面呢习惯又不好。想问一下，小朋友如果挑食、瘦小的，现在也是跟脾胃有关系的吗？是的，这个叫脾湿运化，就是他的那个消化吸收不好。另外呢，他得不到那个营养的补充，所以就变得比较瘦弱。是不是从小就要开始培养这个饮食的习惯？是的，饮食的习惯很重要。很多人就是因为从小呢那个饮食习惯不好，那慢慢长大了，再加上工作啊很多外来的原因，就使这个病情会加重。定时很重要，定时很重要。如果常常觉得腹胀，然后易累、身体困重呢，可能是脾在提醒你了，要关注它，好好的克服它。对。好，那刚才我们了解造成脾虚的原因之后哈，然后大家就想问说，哎，怎么知道说自己有没有可能会有脾虚的问题？那当然答案就藏在这个5大健康宝箱里面。是，里面是5大警报，麻烦汉伟大哥开第一个健康宝箱。好，我的话第一个是什么？精神啊，跟精神啊，会怎么说呢？比如说精神不好啦，想睡啊，另外就是会乏力。全身没有力气，很容易累可能走2步就喘，拿一点东西就嫌重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会手脚凉啊，还有就是会头晕啊，因为气血的供应不足。我是手脚是真的比较冰冷，尤其在冬天更加的严重。芳姐的手是烧烧的，对，刚好相反的。对，我跟她相反的。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容易想睡觉，也是吃饱有时候会觉得累，一般上可能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因为我们吃饱，我们的全部的气血跑到胃去进行消化。第2个呢，就是我们吃饱了之后，当然血糖也会跟着上升。对，血糖一上升，人就可能会昏昏欲睡。我吃饱的时候，尤其在冬天国家，我吃饱的时候特别冷，因为它全部的食物在那个胃那边，他们在血液循环之后，其他地方开始发冷，会有这种情形的。是的，我就是属于这种的啊，我要保暖一下，我才能够。看这样大致，他很怕冷的。对，我没有你大致哈。OK， 然后王姐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有下一个是什么？影响什么样的部分？哈，来。消化。一般上，如果说脾虚的人，他们就会比较消化不好，然后可能消化慢，就会有胀风啊。另外，很多时候没胃口，吃一点就饱，或者没有什么想要吃。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大便会比较溏烂，比较稀溏，就是大便软软的不成形，然后也会黏马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这个王医师自己先打开第3个健康宝箱哈。来。影响到什么呢？我的是体态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观，比如说我们中医说脾主肌肉，所以我们如果脾虚的人呢，通常会显得肌肉松弛不结实，还会虚胖，因为可能有水啊。这是我，我就虚胖，我很容易虚胖。哎，问一下王医师哦，这个虚胖跟实胖到底怎么分辨？对，你怎么知道说一个人到底是虚胖还是真的胖？当然，一个人如果真的胖，他是比较看起来比较结实一点的胖，一些胖子。虚胖的人，你看他的肌肉软软的。然后另外就是会眼袋浮肿，特别是早上睡醒的时候有时候眼袋会浮肿。好，了解了。OK， 好，第4个会影响到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就是面部啊，哎呦，糟糕了，我们靠脸吃。面部什么影响？一般上脾虚的人，他会脸色萎黄，
另外呢，嘴唇呢会比较苍白，气血不足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舌头啊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。来特写吗？特写吗？来，为什么会有齿痕呢？主要是因为脾虚那个水湿的运化不好，那么舌比较胖大就被牙齿挤压，就形成。我一直以为是我们晚上所谓的那个咬到，不是那个。那个不是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是 OK， 好，来最后一个，也是有。我们身体的警讯是什么呢？是器官。有一些器官呢，比如说当我们说脾气中气不足的时候呢，它会下陷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脏器下垂。所以有什么器官呢？比如我们有听过胃下垂啊，子宫下垂啊，还有脱肛啊。这些都是因为脾虚中气下陷引起的，脱肛是蛮严重。是，另外还有脾有一个特点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叫做脾主统血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脾能够预防一种病理性的出血。像有时候，比如说女生，如果脾不好的话，她可能会月经量过多。另外也会出现一些皮下出血啦、鼻子出血啦、牙龈出血啊等等。好，那除了刚才像王医师有提到这些哈，到底这个脾虚还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1楼小剧场 ，Action！ 刚刚下班的居你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滑滑手机休息一下，没有想到越滑越感觉身体不太对劲。奇怪，我的心为什么突然跳得这么快啊？我没有看帅哥啊，为什么越来越快了？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哎呦，糟糕，快不行了，赶快叫救护车。这个我有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就是这样子气喘，就是好像喘不过气来，然后胸口很痛，很堵。我以为我心脏病那时候。OK， 那后来你就休息就好一点。休息后来吐。哇，吐啊！吐完了之后就好很多了。OK， 我试过几次。可以问一下医生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我们叫做心主血脉，心脏它负责我们这个心脏的气血的运行。心脏要正常跳动呢，它要有足够的气血来滋养。那么假如因为脾虚，那么气血运化不足，心脏得不到所需要的那个氧跟这个血的话呢，就会出现比如心慌啦、心悸啦、胸闷啦、气短啦，甚至有的人会睡不着、失眠。想不到一个脾虚会影响到这么多问题。对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继续我们小剧场 ，Action。好，休息了一阵子呢，其实你就觉得，好像没有事情，就继续的滑手机，滑着滑着，又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。为什么一直按错啊？眼花吗？看，哎呦，王医师，这个跟眼睛有关系吗？脾虚？我们中医说肝藏血，开窍于目，对，所以眼睛要明亮当然需要肝血的提供。那么肝血的提供来自哪里？它需要靠那个脾来滋润它，我们的脾生化的气血来滋润它。所以如果你这个肝血不够，当然会出现头昏眼花。如果我用电脑、用手机用太久，太入神的话，会影响到脾吗？反过来的话，用眼神更多啦。怎么说？那我们当然理论上来讲，你需要有更多的那个脾的血液，它深层的血液来供应你，对脾造成负担了。所以晚上玩手机熬夜就是会影响到破坏你的脾的功能。肯定会的，间接也会影响到肝的功能。对。他每晚睡觉之前，好像我是她老公讲，我都知道，因为跟他太熟了。其实他跟我说，他每晚都躺在床上可以看到3、4点、4、5点就看手机。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会越看越精神。对，因为有时白天你不能集中精神看一些资讯的东西，就晚上你可以安静下来看资讯的东西啊。所以改掉这个习惯，尽量改掉，尽量了，不容易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小剧场 ，Action。OK， 休息了一下子，Jenny 突然间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于是就继续的滑手机，没多久居然开始咳嗽了。最近没有喝冷的，为什么一直咳？咔，来问一下这个王医师这个脾虚跟咳嗽也有关呢。我们说肺主气，是呼吸，所以如果你的肺的功能好，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呼吸也会比较顺畅。中医有一句话叫做
脾土生肺经，意思就是说，脾跟肺呢，他们好像是一对母子。关系很密切。如果脾不好的话呢，那个肺的功能也会跟着不好，就会很容易出现咳嗽啊、气喘啊。是属于干咳的，干咳对吗？一般上也不一定是干咳，不一定啊，是的，也会有痰在里面。也是对。好，我们小剧场继续 ，Action！ 在咳了好一个阵子之后呢，Jenny 终于不咳了，她的注意力又回到手机上，但是看着看着就发现影片的声音竟然越来越小声。明明声音是最大声的啊，怎么听不见呢？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啊？怎么办呢？好像真的听不到声音突然间。哇，咔！哎呦，严重了嘞！所以脾虚会影响到这个听力哈。是，不只是听力而已。好，因为我们说脾是后天之本，肾是先天之本。是。那么后天可以养先天。所以如果你先天不足，后天可以补充。对。那如果你脾好的话，先天也跟着自然足。是。所以如果肾的功能好的话呢，就没有问题。对。否则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不只是听力下降，可能也会出现耳聋耳鸣。脾如果虚了，气血供应不足，水的代谢排不掉，问题不止在肠胃，全身都会出现状况。好，那刚才聊这么多，感觉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脾虚的问题，太虚了。那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要怎么样去保养呢？来，我们只要记住4个大原则。这4大原则就藏在健康宝箱里面。来开看看。好，第一个原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不用说了啦，真的就是要常运动。你 OK 啦，你常运动的。是的，因为运动当然我们都知道能够帮助气血运行，而且能够帮助脾运化水湿。不过运动当然要有度了。就是说不能够过头耗伤气血，反而会伤到脾。过度也会啊。是。那王医生想问一下，如果说脾虚的朋友他要运动的话，什么样运动开始比较适合？我们通常会建议用一些比较和缓的、比较舒服的一些运动就是不要太激烈的，比如说散步啦、慢跑啦，可能年纪大一点，他们也可以打太极拳或者平时也可以做一点柔软的体操这一类的，就是动起来，拉伸伸展也是可以。是的。那慧芳姐来下一个宝箱。OK， 是什么样的？少思虑。少思虑。这个其实老实说我们懂，但是很难做。因为现代人很难，工作压力大，想很多，操心多，顾虑多所以当然也会伤脾。我们睡觉都要先想开车。对，我觉得唯一真的要做到，就是你要适时的懂得放下一些东西。是的，所以尽量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心里去了。有时候可以把它放松抛开，过滤掉。好，那下一个，来，我们请这个王医师来开好。对。OK， 是什么呢？看看。少生气，还有怒伤肝，肝气横逆会犯脾，所以爱生气的人就可能吃不下了之后，脾胃就往往不好。对，好，来最后一个，来我来吧。对，好，是什么呢？多保暖。多保暖啊？怎么说是保暖哪一个部位吗？最重要就是那个肚子跟脚。对，我记得以前年轻的请出那种露脐装每次穿完回去就肚子痛。对，肚子进风这种事情。对啊，有吗？会，因为我们如果肚子那个受凉的话，那当然它会我们毛细血管会痉挛。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肚子痛，而且女生可能来月经的时候也会痛经的。肚子保暖就是说肚脐特别重要，是不是？对，把肚子保温就好了。那你讲说脚是不是有一个说法是睡觉的时候穿袜子？睡觉当然可以穿袜子，那个是一个保暖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一般睡觉，我们通常建议会把膝盖以下呢用被把它盖好。如果再冷一点，盖到腹部；再冷一点，盖到这个胸口，但不要盖过头啦。中医养生就是说，我们睡觉要头凉脚暖，就会睡得比较好。中医调脾呢，重在日常，气血要动，情绪要稳，寒暖要顾，脾胃照顾好，身体状态自然跟着好。王医师想问一下，所以中医的角度是怎么处理这个脾虚的问题？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健脾。那个脾呢有一个特性叫做喜燥恶湿。
它喜欢干燥，它不喜欢湿塌塌的。所以我们除了健脾之外呢，还要兼顾祛湿。祛湿。所以看中医也好，或我妈妈煲汤也好，一直都说祛湿祛湿。所以其实这个湿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。湿气它本身就是说，像脾它是负责水液的运化。OK， 然后脾虚的人因为湿气重，那么这个运化失常，那么水湿停聚，变成湿会困住那个脾，那么脾就更虚。OK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海绵，OK，这海绵你看它是干燥的，对，它是松软的，它很有弹性。那如果你把它放在水里头，它的吸水性很强，对，就变得很湿了。如果它功能好，你一拿起来，水湿一挤掉。对，它就没问题了。对，但是如果它这个海绵如果长期泡在水里面，一直被水泡着，泡很久，对，它就会第一，它变得可能水充满了水，然后会变得很沉重。另外呢，久了它一直泡水，它也很容易腐烂，就像我们的胃肠这样咯。如果你因为这个水运、脾运不好，你的身体就会，比如说显得沉重，然后可能久了就会引起一些生理性的一些病理性的产物。了解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充满了水的这个海绵，真的就很沉很重这个就等于像是很多的水分被吸住了。所以我们如果人也是这样的情况，没有祛湿，就会觉得很沉很重，对，然后也是有可能会水肿之类的。是，对，这些也是因为脾虚引起的。所以就是健脾跟祛湿要双管齐下，应该这样讲。所以如果要健脾，不能够单单只是健脾，还要祛湿，双管齐下之后呢，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呢，才能够被打破。OK。那脾虚应该要怎么样调理会比较好？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谈论的重点了。好，原来脾虚不只是消化不好这么简单。下一集我们继续和中医师一起聊祛湿到底有什么讲究，寒湿湿热体质又该怎么吃才对？脾虚的人日常饮食需要遵守哪些原则？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我们下集见。